北约峰会日前发表联合声明，决定增加对乌援助，包括反坦克武器、防空武器和无人机等攻击性武器。请问一下，秦先生，北约继续对乌加码大批军援，会不会改变战场形势？从这2天乌克兰方面和北约进行一些会议来看的话，乌克兰方面提出每天需要500枚标枪导弹和500枚毒刺导弹，就是2种导弹各500枚。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个消耗量还是很大的啊。10天就5000枚，20天就1万枚。这样大的一个消耗量，像这个标枪这样导弹，看似性能很好，但是它造价很昂贵，标枪大概27万美元一枚。虽然方便士兵了，但是它整个技术含量都是在这个导弹里。那么一旦没有快速大量的这种有效的支援和补充的话，实际上这个我认为还是无法对抗大规模的坦克集群的。当然，局部可能会对俄军造成一些损害甚至一些阻扰的作用，但是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。而且还前面说了，这样的导弹需要大量的补充，一旦没有大量的后援的话，强有力的后援和补充的话，依然是难以为继。西方媒体称，鉴于俄军频频使用冷导岸舰导弹和口径巡航导弹攻击乌军地面目标，北约正磋商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。请教一下白先生，北约从黑海方向施压，对俄威胁有多大？俄罗斯可能会如何应对呢？其实，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英国就曾经跟乌克兰谈过，提供这个所谓海军打击导弹 ASM 的相关计划，但是当时那个计划呢，并没有执行。主要的考虑呢有几点，一点是乌克兰方面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训练出操作相关导弹的人员，而北约也不太敢派出自己的人员来操作相关导弹。其次呢，就是任何的一款反舰导弹，它想要投入使用，并不是说单纯的导弹而已，它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。我们说，如果通过陆路的方式，那么在进入到乌克兰边境之后，马上就会成为俄军空中力量的这种打击目标。而且呢，我们说像 NSM 这样的导弹呢，它的射程其实也就是158公里，就是100海里，跟乌克兰现在的这个原点导弹之间的这个射程差别基本上没有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所谓的反舰导弹呢，能否给乌克兰迅速的提高反舰能力，外界是担心和怀疑的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可能会出现北约跟俄罗斯，比如中间出现摩擦的情况。所以呢，现在更多人都分析这个所谓的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呢，只是口惠而实不至，实际上呢是很难向乌克兰进行导弹的交付。